这个。哟呀，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少说废话，这月保护费该交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小梦，哎，大哥，来，强哥，多担待。哎，小梦，哎，明天周末了，你正好回趟娘家。不着急的。说不着急呢，妈一直盼着你呢。回去吧，好好陪陪她，这些我来收拾。哦。不错，有长进。您恢复了，没错，太好了。3年前您独自征战东瀛8大巅峰战神，却因中毒负伤归隐，如今东瀛卷土重来，属下恳请龙君归位。恭迎龙君归位。龙君之名，休要再提。再说，龙殿除了我，还有你的执行官，还有9州众大将及100万雄师，要不是非我在不可，别来找我。我已经厌倦了战火纷争，更不想小梦被卷入，别再来找我了。大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既然龙君无意，我们也不能强求，但是至少要保证他们现在是真的行。你去周小梦家看看。是。他怎么处理？埋了，什么档次也配跟龙君甩脸子？在这地坛就挣这么点钱，3牙缝都不够。说，你有没有私藏？说，你有没有私藏？没有，都给你了。楚修你个对我们不假颜色，倒对你那个老公疼爱有加，摆明了有一腿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给我闭嘴！死老头和死女人生的贱种，也够资格叫我妈。你那个死老爸帮不了你，你那个摆地摊的废物老公也帮不了你。别说帮不上你了，你要是不乖乖听话的话，我们想让他在云城生不如死，那简直易如反掌。我听话，求你们不要伤害楚哭。既然听话，那就让你那个废物老公跟你小姑说，拿800万来。800万，小姑不会同意的。不同意？来，算了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云城5大世家的少主可是对你垂怜已久啊，要不你陪他们睡一晚，睡一晚这800万就算了。我不要。但是你还是要乖乖的听话，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，懂吗？俊涛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别留下明显的伤痕，我们还指望这2个废物呢。没事妈，这点小伤，谅那个废物也看不出来。妈，我是楚阔，拿了点东西来看看你。哎呀妈！哎呦，女婿你来了，来，快进来。小涛啊，姐夫，你来了。这小涛胳膊怎么了？哎，这不小梦回来了吗？本来俊涛是个好心，就劝他别摆摊了，直接去周氏上个班多轻松啊！结果2个人就吵起来了。小梦是个好孩子，虽说她不是我亲生的，但在我心里面，那比亲生的还要亲。我真是舍不得她受半点委屈。小梦，你刚才跟小涛吵架了？你脖子怎么了？可能是刚刚洗澡搓的吧。马上上屋洗澡，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。
一会儿但凡敢多说一句话，那废物的手脚和单位就别想要，懂吗？小涛的胳膊，我刚刚太激动了。走，小涛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姐平时情绪挺稳定的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可能我最近情绪也不太稳定，毕竟小姑总是对我不管不问的嘛。我要是能像我姐夫一样这样有头脑，能得到小姑的赏识，那该多好啊！这资金还差800万呢。你也做吧，你现在可是云城城主，还兼着周氏集团的总裁，还收小姑呢。周潇毕竟曾是龙殿中人，在龙君面前，岂敢僭越？那些都是过去式了。现在我只是小梦的丈夫，从我账户上花出800万给小涛，另外云城地皮开发的项目也给他，以你的名义就好，算是我对他们家的一点感谢。是。楚先生，如今敌国虎视眈眈，云城又正处要地，陈家此时却突然聚集众豪门，举办名流会，恐怕若有不臣，灭了便是。这些东西不必指挥我。哦，你那个废物老公还真有两下子啊！哎妈，快看，小姑居然真的给我转了800万，你看呀！真的太好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去陪一陪5大世家的少爷了。你可是我重掌周氏集团的财马。我不要！想跑哪儿那么容易？来什么？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别来烦我。周俊涛母子人面受损，周小姐在他们家受尽屈辱。报告，周小姐被迷云带去了酒店。说什么？找死！跑什么呀？哎，陈大少，来，哎，你看，上等货呀。不过嫁给这摆地摊的，算是浪费了。陈少，您看，放心，今晚的名流会上，我们5家将支持你掌管周氏。没错。谢谢陈大少，谢谢4位大少。那你们先玩，我先撤了啊。我。周俊涛，哎，去哪儿啊？给我住手！给我住手！老婆，对不起，老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以为你在周家会更开心呢。竟然让一个臭摆摊的闯进来，保安都是纸糊的吗？给我跪下自裁，否则我要你们满门尽灭。哎，你们听听啊，满门尽灭！他怕不知道我们是谁吧？我们可是云城5大家族的大少，玩你的女人是给你面子，敢跟我们叫板，你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主公，你快走吧，你对付不了他们的。小梦，对不起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人能伤害你。一个地摊佬敢在我们5大家族面前叫嚣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5大家族是吗？从今以后，云城再无5大家族。少废话，给我上！老公小心！对不起，我以为远离战场就能保你平安，埋葬身份就能给你幸福。
龙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昭告天下，我回来了。幽兰恭迎龙君归位。恭迎龙君归位。还没有正式登位，还是先叫我楚先生。另外，那5大家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是。龙君，楚先生找到了，天佑我大夏！快，即刻出发云城，立刻出发云城！快，即刻出发云城！快，即刻出发云城！快，断头！即刻出发云城！快，即刻出发云城！快，即刻出发云城！出发云城！快，即刻出发云城！觐见龙君！周进军，这次任务关系到我东瀛大军能否覆灭大夏国的全盘计划，你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吧？嗨，陶山君放心，今天命令会上，我将再给整个大夏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妈，那边是除了陈家之外，赵、吴、孙方4大家族，他们可是掌握了整个云城的经济命脉，即便是在大夏，甚至是海外，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呢。那陈家家主们怎么没在？大人物总是要压轴出场的嘛。要是能够得到他们几大家族的支持，就算小布他是云城城主，那也没有办法阻挡我重整周氏集团啊。老公，这里不是我们能来的地方，快回去吧。放心吧，这天下没有我们不能去的地方。走。走，敬酒去。哎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哎，姐夫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楚空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们不清楚吗？看来你都知道了，那又如何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不是你们2个摆地摊的能撒野的地方，还不给我滚！就是，这里可是全云城最顶级的名流会，要知道你们那德行，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早就听闻周家有个摆地摊的女婿，难道便是他？可不是嘛！照道理说呀，这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没想到这2个废物竟然跟到这儿来了，真是丢周家的人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夏花吗？没想到竟然嫁给了一个摆地摊的呀！你们认识？嗯，高中同学，后来嫁给了孙家当小妾，还改了姓。那我也是人家的宠妾，这不，名流会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便是孙家的代表，和你呀连壤之地。行啦，一个摆地摊的有什么资格来名流会？是整个云城都没人了吗？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？赶紧滚！再敢在这里放肆，整个云城都没有你们的活路！你们便是那所谓5大家族的人吧？一介草民不识得我等豪门，也属正常。今日让你见到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既然你知道我等豪族，那就该知道这里不是你这个下等人该来的地方。听到没有啊？还不快滚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贱人被5大少给玩过了，你是想带着他来讨赏钱的吧？能被5大少看上，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，还得要钱。妈，卖女求荣，管这叫机会。卖女求荣，管这叫机会。你敢打我？天不知耻，我打你怎么了？哟，我说怎么这副德行呢？我的大校花，哎，对我那妻子王的感情如何呀？我没有纵容子嗣，强抢民女，这便是你们所谓世家豪族的所作所为吗？年轻人，火气不要这么大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不就是个地摊货吗？玩玩怎么了？地摊货想爬上我儿子床的那种多了是了，能看上你们家的，那是你的荣幸，别不知好歹。荣幸啊，都是成年人了，
就别在这玩把戏了啊！说吧，要多少钱？就全当对你们的施舍。施舍。记住，得到5大家族的支持，我儿将重掌周氏。周家没有你们的位置，2个摆地摊的，看着就恶心。这便是你们的倚仗吗？好，那我便履行我之前说过的话，将你们通通灭杀。从此以后，云城再无5大家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们5家的大少都被打进 ICU 了，生死难料！生死难料！小子，你找死！楚阔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伤害5大家族的少主，你就是在自寻死路！这对废物男女可真是不识好歹，这可是云城5大家族。要是我，做梦都想被5大少宠幸，他竟还敢出手伤人，真是取死有道。好小子，你成功惹怒了我，现在马上给我跪下！我跪下可不行，我要斩断你的手脚，把你做成人质。楚阔，你竟然做下如此野蛮的行径，这次神仙都救不了你。神仙难救，我便是神。楚阔，我说你是被5大家族的怒火吓破胆子了吧？居然口出如此狂言！敢伤我儿，就算你是神，也要在地狱里永世轮回。是吗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如何让我下地狱的呀！大胆！这位置岂是你们2个废物能坐的？还不给我滚下来！疯了！你这次死定了！这可是云城第1家族陈家主才能坐的位置。这天下还没有我不能坐的位置。老公，咱们这样是不是太得罪5大家族了？要不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爸爸，你要明白，不是我们得罪他们了，而是他们得罪我们了。不过呢，我也不会让他们死得那么痛快。我要一步一步抽掉他们所有的自信，让他们知道，可怕的不是地狱，而是得罪我的人间。让他们知道，可怕的不是地狱，而是得罪我的人间。这小子在说什么？要抽掉我们的自信？小子，我倒是好想看看呀，就凭你们2个臭摆地摊的下等人是如何灭杀我等的。风言风语的，只是垂死挣扎而已。我的大校花呀，你不仅嫁给了这个臭摆地摊呢，怎么脑子也有问题啊？5大家族盘踞云城已有数百年，财富更是数不胜数。你现在居然敢说你能撼动这5大家族？我想问你，谁给你的自信啊？原来财富便是你们的倚仗吗？好，那就从这儿开始吧。我要问问你们5大家族的资产加起来有多少？看看够不够引起我的兴趣。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几大家族比财富？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呀！除了陈家之外，4大家族总资产加起来已有3000亿，就算给你10辈子，你也没有见到这么多钱的机会。区区3000亿资产，也配和楚先生相提并论？你是何人？好大的口气！大夏商会会长夏启天拜见楚先生。大夏商会9州资产万亿，任凭楚先生驱使。大夏商会9州资产万亿，任凭楚先生驱使。起来吧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大夏商会会长，那不是整个大夏最大的商会吗？据说大夏商会的资金乃是举国之资，就连9州所有的家族和集团加起来都无法与之匹敌。如今我以大夏商会会长的身份，
将整个商会资金全权交由楚先生调动。你们几个家族的资产不过是沧海一粟，不值一提。天哪，怎么让大夏商会会长俯身跪拜？他到底是何等人物？难道真是扮猪吃虎？这个摆地摊的，难道真的手可通天？楚库啊，楚库，我说你哪来的自信呢？原来是想用虚张声势这一招啊！你说我虚张声势？你就是个摆地摊的，在我周家混吃混喝那么多年，你都比脸都干净，你怎么可能会认识大夏商会会长？没错，我们好歹也是云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从未听说过大夏商会听命于龙殿以外的任何人。这就对了，因为这个所谓的会长，他压根儿就是假的。楚库啊，楚库，以你这个下等人浅薄的认知，你一定认为大夏商会的会长是个50、60岁的老头，所以才找了这么个货色来冒充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我曾经有幸远远的看到过真正的会长的脸。夏天宇夏会长，那年轻有为，才20多岁。嚯，你这土狗为了找回面子，找这么个糟老头子跟我们演戏呢？你卖烤冷面的钱都搭进去了吧？啊！我真以为在座各位的眼界和身份和你们俩一样低贱，这样就想辅助我们其他家族，真是可笑。大言不惭，你怕是不知道冒充大夏商会会长是什么后果吧？你说你都黄土埋了半截了，你在家养老不好吗？冒充夏会长，人家动动嘴就把你给灭了。你跟天宇很熟吗？哟，你还入戏了，敢直呼夏会长的名讳？你以为你谁呀？你不认识我也正常。夏天宇是我儿子。冒充完小的，冒充老的是吧？我看你纯粹是在找死。无妨，狗要咬你，难道还要咬回去吗？假的就是假的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核实了，真正的夏会长已经收到陈家家主的邀请，就在来名流会的路上。你还要在这扯谎吗？哎呦，我的大校花，你说说你这是找的什么垃圾呀？街头行骗也就算了，还敢当着我的面装腔作势的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倒是很期待他来呢。哼，你还嘴硬？妈，这样不是正好吗？他现在不止得罪了5大家族，还得罪了大夏商会，这下天上地下都没有他。是谁敢得罪我大夏商会啊？是谁敢得罪我大夏商会啊？哎呀，夏会长，你可算来了！这有个土狗垃圾啊，雇佣了一帮子演员，他说他是大夏商会的会长，还冒充您父亲。对啊！哦，竟有如此胆大包天之人！可不嘛，夏会长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帮垃圾真是无法无天，竟然骑到您的头上来。夏会长真是少年英杰，谁会想到掌管大夏9州资产的商会会长会是如此的英年才俊啊！哼，还敢与我等豪族比拼财富，殊不知我们的资财岂是他这等货色能够比拟的？现在夏会长亲自来戳穿他们，我看他们还怎么演。哎，夏会长，您这边请。夏会长，就是这个老东西啊！他不仅冒充自己是大夏商会的会长，还冒充是您的父亲。就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你给我住嘴！夏会长，您这什么意思呀？还不快放手！夏会长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夏会长，你干什么呀？冒充你的人在那儿。怎么，他们不认老子？你也不认你老子了？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老头真是商会会长父亲。妈，你不是笃定这老头他不是大夏商会会长吗？完了呀！这转过来，楚先生，我儿刚才出言不逊，还险些为虎作伥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楚先生，难道？我实在不知道这边情况，莽撞犯错，请您原谅。夏天宇，
你今夜为何来此？我在云城巡查，陈家主陈国强说有要事与我相商，我便来了，却不知道您在这儿啊。要事罢了，念在你父子二人对大夏商会呕心沥血的份上，就把你的3成财产移交给小梦，此事作罢。三成，若真是大夏商会会长的3成财产，那岂不是天文数字啊？谢楚先生，大夏商会掌握着9州万亿资产，会长是9州首富，3成资产，那岂不是5大家族所有资产加起来都不够人家零头的？现在光是我老婆一个人的财富就超过你们所有人，可还有谁不服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堂堂大夏商会会长，岂能拿出3成财产给你们？咱们大家千万不要这小子给骗了！对，他就是个摆地摊的，他怎么可能让他们搭上那么多财产？好啊，那我问问，我这样的决定，你们可有不满啊？别说3成财产，就是我全部身家赠与周小姐，我也绝无二话。这怎么可能？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势力了？老婆，你放心，你所受的委屈，我都会一一讨回。你们以财富衡量高低，用金钱践踏尊严，那么以我现在，是否也可以让你们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叫两声？一群不识真龙的蠢货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磕头！难道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？我们周家完了！妈，你别听他胡扯。儿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妈，你当初也只是远远看到大夏会长的长相，但没有看清楚，对吧？是啊。那就对了，大夏商会的会长乃是9州的大人物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岂会这么巧就屈尊来到我们云城？所以我怀疑他也是假冒的，是被这个地摊货喊过来一起演戏的。人啊，一旦不愿意接受，就总会有无数种理由。你笑个屁呀！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？充其量也就是个暴发户，这人在江湖混呢，得讲权势，得靠背景，光有钱有个屁用！没错，我们季家盘踞云城数百年，底蕴深不见底，岂是你小子区区一场闹剧便能剥夺我们自信？在场的这几位，哪位不是云城各商各界有权有势的大人物？岂是你能用钱就能撼动的？这世间啊，不只是有钱就能改变一切，还得要有权。精彩！既然你们认为权势是你们的脊梁，那我打掉这条脊梁又如何？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。看来你对这些大家族的势力还不太了解，才会如此口出狂言。那我倒是想了解了解。就比如这位吴家家主，人家的地皮产业占据云城的7成，其他的势力那是盘根错节，就连这家酒店也是他的，堪称我们云城的土地爷。只要他一句话，就让你在云城无立锥之地。妄图与我等比权势，小子，你算是踢到铁板上。哎呀，他哪是踢到铁板呢？他那是在阎王爷面前摆谱，不知死活。是啊，如今这寸土寸金，有地就是有话语权。这几位家主背后无一不是权势滔天，你赶紧跪下认错，说不定能留个权势。虽然他们确实龌龊，但不得不说，论权势，在云城之手遮天，而我们……周小姐放心，这些萤火之光又岂能与楚先生之皓月争辉？看来时间差不多了。楚阔，我说你还要在这拖延到什么时候啊？废物就是废物，你不会以为还会有人来帮你吧？难道你还想故技重施，耍你那些鬼把戏？刚才是大夏商会，现在是谁？龙殿吗？你还真说对了。你以为大家还会被你唬住吗？就算你叫再多人来又如何？假的就是假的。世间竟有如此蠢，可悲可叹呐！是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来人，把这伙人给我抓起来！我要将他们五马分尸，埋进我吴家的每一块地。我要让他们生生世世都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权势。
妄图和楚先生比权力，这天下还无人有这资格。妄图和楚先生比权力，这天下还无人有这资格。如何了？万事俱备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，那便先从这吴家开始了。3分钟，我要他吴家失去所有权势。遵命。行动，吴家。真是大言不惭，当我们吴家主是吓大了呀！吴家的势力，就连我们都要忌惮3分，何况你们这些土鸡瓦狗！我吴家坐拥云城7成地产业务，数百万人口，都依赖我吴家吃食。区区3分钟就想要覆灭我吴家，就连陈家，甚至云城城主都不敢说出这种大话。我说，周小梦，你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这个废物，不会就是靠着他画的大饼活着的吧？啊？吴氏集团涉嫌强拆、杀人、贿赂的37条罪证，即日起查封一切资产，所有人随我回去调查。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可是吴家，吴家又如何？吴家就可以知法犯法吗？全部人给我蹲下！反抗者杀无赦！除了吴家总部，还有吴家其他产业共78处，已经全部派人查封。大人，您看，做得好。楚国，你刚才不是说3分钟之内让吴家失去权势吗？现在时间应该已经快过去了吧？我怎么也没有听见个响啊？皇帝都不急，一个太监急什么？你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！你不是说想要搞垮我们吴家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休想动我吴家一根汗毛！喂，家属不好了，吴家所有产业都被调查局查封了，上头更是收回了我们拍下的所有地皮，并且纳入永久黑名单。吴家完了呀！你说什么？放屁！怎么可能？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怎么可能？3分钟之内，盘踞在云城数百年的豪族吴家就这么被灭了？失去所有的滋味，如何？哼，你们少得意！我吴家有数百年的底蕴，与上层的关系盘根错节，只要有他们在，我吴家就倒不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上面还有人？没错，区区的调查局罢了，也不过是一时的阵痛。假以时日，该属于我们吴家的东西，自然都会还给我们。你说的是他们吧？最新新闻：云城共378名各级中高层因勾结吴氏集团，罪行累累，已被悉数抓获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，我的徒弟爷？你现在的样子好像一条断脊之犬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么下一位该谁了？那么下一位该谁了？竟然就短短的3分钟，就拔掉了吴家的根基，如此失礼！楚国，你到底是谁？楚先生的身份，你还不配知道。我说你们是怎么了？你们的自信呢？我不过是拔掉了一个小小的吴家，怎么都像丧家之犬一般了？楚国，算了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你饶了他们，可他们什么时候饶过你？不对呀，这不对劲呐！短短3分钟，你是怎么组织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，灭杀一个如此庞大的家族？没错，这一定是有什么预谋，而你们只不过是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而已。对，这个废物一直跟俊涛的小姑有一腿，肯定是他提前给的消息，这个家伙就跑到这儿来卖弄。吴家根本就不是他灭的。好啊，你这个摆摊的杂碎，差点又让你给糊弄了。任凭你如何装神弄鬼，你也骗不了我们在场所有人的这双眼睛。愚蠢的低等贱民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，以偿还你对我儿造成的伤害。这是哪位啊？方成云，方家当家主母，家族干珠宝行业的，早年丧夫，育有一子方明。这些人尽皆知的消息，你知道了又能如何？方家
经营着大夏最大的珠宝行业，全国连锁，更是畅销海外。就连大夏皇室都钟情于方家的珠宝技艺。我方家1000年前就为皇室供应珠宝，一直担任大夏珠宝协会会长一职，连绵千载，世袭罔替。家中的产业，甚至连皇室都有参与。论尊贵，可是无家可能比的。你凭什么跟我斗？凭什么跟我斗？这可怎么办？周小姐放心，什么皇室供应不过是一介而已。楚先生要想对付他，只需弹指一挥间。你们这些废物还真是会吹牛，以为动动嘴就能把方家给说垮？哼！尊贵吗？那我便打掉你的尊贵。动手！3分钟之内让方家父母撤销其会长职务。笑死我了！又是3分钟，说你胖你还喘上，堂堂珠宝协会的会长，岂是你这个垃圾一句话就能撼动的？我方氏出品的珠宝可是皇室的心头宠，你大言不惭的要灭我方家，是要跟整个皇室作对吗？大人，为什么？你们作为大夏珠宝协会7大首席，背后的那些肮脏事我就不多说了。你们那个有眼无珠的会长惹怒了龙君，要么罢免他，要么几位就在天狱里度过下半辈子吧。大人，那皇室那边，你觉得会是区区小事？皇室会为难龙殿？不敢。这7张裁决书是否生效，取决于你们。陈主席，怎么办？你们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来的可是龙殿裁决官，这金票有一张纸，可是我们所有人的生路啊！这眼看就要3分钟了，怎么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啊？是啊，你不是说要撤销方家在大夏珠宝协会会长职务的吗？你看现在撤销了吗？除非7大首席同时弹劾，不然方家无可撼动。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？你的行为就是蚍蜉撼树。丫头，你是不是已经后悔追随这个只会说大话的垃圾？早知如此，你应该讨好我儿子才对。也许此时你已经头顶金冠。我是很后悔，后悔当初没有亲自扇那些龌龊恶少的耳光。大家都不用这么看着我，这个垃圾在我面前掀不起一点风浪。什么？7大首席同时罢免了我会长之位？不可能！你到底动了什么手段？你错了，对付你不需要什么手段，只需要一句话。楚先生可汗听谢，一言可令九州八荒。对付你们，一句话即一句话。呵呵，一言可令九州八荒，你当你是龙君不成？说我就是呢，说我就是呢。我操！就你个摆摊的，还敢说自己是龙君？你要是龙君的话，老子还是龙君他爹呢！别打死了，我还没让他看见真正的人间炼狱呢。你还太容易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，但是我背后真正的倚仗可不是这会长之位，那是皇室。我方家早已和皇室密不可分。所有的产业，皇室都有股份。只要皇室不倒，我方家便会永世长存。没错，有皇室兜底，方家万邪不侵。就凭你啊，也想打倒方家？你做梦！若是皇室让方家覆灭呢？家主，不好了！你慌什么？我已经知道了，会长之位不要也罢，还不给我滚下去！不是，是皇室。你说什么？是皇室，皇室下令说我们方家经营不善，更有暗中勾结诸国之嫌，下令收回了我们所有的珠宝产业。怎么可能？皇室
我们方家的基业，其实家族10大将士全都被皇族招纳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究竟用了什么肮脏龌龊的手段？肮脏龌龊这2个字，你配说吗？一定是巧合。什么样的背景的人能让皇室出手？一定是巧合。我看呢，8成是皇室早就觊觎方家的财富了，这才出手豪夺。这小子肯定和之前一样，是从周城主那得到的消息。没错，不然就凭你们几个废物打电话、吹牛就能搞垮几大家族，怎么可能？不相信啊，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今晚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够了，小子，我懒得和你玩这些臭把戏。有本事你灭了我！这么急不可耐，那我便让你插个队。楚阔，你真是自寻死路。你知道赵家掌握的是什么吗？无论是什么，皆会感到羁绊。赵兄，看在昔日的情分上，一定要救救兄弟啊！没错，赵哥哥，你手握兵权，权力滔天，一定要帮我2族共度难关啊！好说好说，我们几大家族同气连枝，皇室肯定也是遭到小小蒙蔽。我一定上书陈情，绝不让这些小人得逞。楚阔，赵家掌握的可是兵权，城外云龙基地有10万精兵听他指挥调令，一声令下，便能将你枪毙1万次。小子，只要我拨通一个电话，便能召集无数兵马。你的诡异伎俩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就是蝼蚁把戏。拿什么跟我斗？你以为区兵马便能压制得了我？还区兵马？赵家主只要伸出个小拇指，就能把你碾死。没错，让你们猖狂的资本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小子，识相了，现在就马上滚过来，跪在我面前，撕烂自己的嘴巴，割掉你的舌头，否则我要你以及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后悔生在这个世上。儿子，你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愚蠢的人呢？哎呦，是啊，父亲，他们比什么不好，竟然要和楚先生比兵权，简直不知死活呀！今天啊，爹就教你一个道理：与人为善，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所得罪的人，这背后有如何的滔天权势。父亲，您放心，这些小丑的行径让儿子永生难忘。臭老头，你在这唧唧歪歪干什么呀？是不是知道死到临头了，再给儿子交代遗言呢？这遗言还是你们交代比较合适。少废话！小子，你跪下不跪？还不快跪下！快跪下！快跪下！快点跪吧！放肆！这天下还没有人能让楚先生下跪。赵家主，你说你一通电话就能招来10万兵马，我想见识见识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希望到时候跪在我面前求饶的时候，别哭得太难看。看来你这10万精兵不大听话呀！混账东西，竟然不接电话！混账！怎么才接电话？现在马上带上你的人滚过来！赵克，你公器私用已被免职，以后云龙基地与你再无瓜葛。什么？赵克，你公器私用已被免职，以后云龙基地与你再无瓜葛。长官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云龙基地由龙殿接管。是，能在龙殿底下做事是属下的荣幸。跟我来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混账！老子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，竟然背叛老子！赵家主，云龙基地的兵马不都是您的嫡系吗？老子怎么知道？儿子，这个楚阔不会真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，我们不会得罪真龙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个臭要饭的，就是个臭摆地摊的，绝对不可能！执迷不悟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看一看。各位，我先走一步。赵克，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老
不玩了还不行吗？你与各国买卖人口的事情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坦白从宽，不是我，是赵主任，是赵克，都是他让我干的。这不是赵楚吗？这是赵家三把手，赵族长的嫡系。难道赵家真的在做人口买卖的生意？我说什么？近些年来，云城的失踪人口越来越多了。赵家还真是该死啊！赵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敢做如此天理难容之事，天不收你，我收。赵家主，不是我，这绝对是误会啊！误会？好啊，那你下去跟那些妻离子散的家庭去说吧。没想到赵家背地里竟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事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周小姐，请放心，他能落到我们手里边，死对他是种解脱。求求你，是我有眼无识泰山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还有我也是，放过我们吧。只要你把我放下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对，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只是明白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比死更悲惨的结局。你们这些卑躬屈膝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！就这么一个垃圾，就让你们跪下了！小梦的同学，孙家的小妾是吧？你得意什么啊？赵家固然有错，你就没一点问题吗？天不支持！别以为你那些把戏能用到老娘身上，老娘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孙家的靠山可是龙殿。什么？龙殿？我们孙家的靠山可是龙殿。什么？龙殿？孙家主，您说您背后的靠山是龙殿？没错，我孙家世代经营医药行业，知道为何今天就我要参加这名流会吗？那是因为我老公正在前往龙殿，我们孙家已经半步踏入龙殿。孙妹妹，孙强真的和龙殿合作了？那还有假？我孙家已经为此筹划了10余年，更是献上了70%的家产。我老公这次去呀，就是为了参加入殿仪式。听到了吧？龙殿，别以为你们在云城惹是生非就能无法无天，在龙殿这座庞然大物面前，是龙也得趴着。别说得罪龙殿了，就这帮废物多看龙殿的人一眼，龙殿就会让他们挫骨扬灰。龙殿可没你说的那么霸道，但是有一点你说的没错，招惹上龙殿，的确应该挫骨扬灰。你知道就好。周晓，你看到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了？你终究就是一个下贱的泥腿子，而我将会成为整个大夏都最尊贵的人物。太好了！孙小姐，绝对不能饶了这帮垃圾！居然敢和我们叫板，必须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就是，敢让我们下跪磕头，咱们一定要让他们百倍还回来。对，让他们灭门，从此从云城，从大夏消失。喂，今夜龙殿为何四处调度人马，整个云城都乱套了？什么？楚先生，我明白了。来人，快备车，我要去名流会。城主，您不是说名流会就是鸿门宴吗？陈家可是怎么请您都没去。龙君与我天翻地覆，那些蠢货竟敢出动逆营，相比之下，鸿门宴不过一场儿戏罢了。啊，怎么样？后悔了吧？我说你惹谁不好，偏偏惹绑上了龙殿的孙家啊！现在牵扯到了龙殿，你们就只能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楚国，你笑什么？如果对方真的是龙殿，周小姐放心，如果和龙殿有关，那就再方便不过了。老婆，一般情况下呢，我是不会笑的，除非忍不住。在楚先生面前谈龙殿，那和在阎王爷面前聊投胎有什么区别啊？你们笑什么呀？我们叫你们有眼无珠。你
孙小姐，别生气，我看他们呢，就是看招惹到了龙殿，就下神经病。即刻封锁孙家。另外，听说孙家正在进行入殿仪式，立刻封锁，逐出去。小英英，你还什么都敢说呀？还敢命令龙殿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你们这帮跳梁小丑，谁都别想好。我孙家筹划数十年，终于得以加入龙殿，一步登天。老祖，我没有愧对您的教诲呀。长老，我准备好了，加入仪式开始吧。哼哼，入殿仪式，你没有机会了。什么？你没有机会了。什么？长老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孙怡是你的小妾，对吧？是啊，你怎么突然问起？哼，你家小妾当众羞辱我们龙军，你竟然还有脸提出加入龙殿？从现在起，龙殿将终止一切与你们的合作。孙家完了，还不快滚！长老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孙怡他怎么敢去招惹龙军呀？我孙家百年基业就要毁在这个贱女人手上。估计我老公啊，现在已经加入龙殿了，从此和你们便是天壤之别。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们就等着死吧。那也太便宜这帮废物了。依我看，男的就丢出去喂狗，女的嘛就先玩一点，然后丢出去让众人蹂躏。好主意。看见了吗？我老公来的电话，你们完蛋了。喂，老公，你是不是已经……个臭婊子，你把我孙家要害得灭亡了！老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龙殿拒绝了我的入殿仪式，更是视我孙家为敌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就是死也要拉你陪葬！等一下，老公，喂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错了，我真的这疯。你的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能把孙家送上死路，他们一定会拉着我陪葬的。对，小梦，我们可是至亲至爱的同学，你又不想看到我被孙家拉去陪葬的，对吧，小梦啊？你有今天，都是咎由自取。求求你，饶我们一条生路吧！我愿意献上所有家产，还有我吴家，也愿意献上所有财产。还有我封家也愿意。没错，家产，我孙家也愿意献上所有的家产。家产？你认为你现在还有家产吗？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啊？放你一条生路？当你们纵容子嗣、祸害他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给别人留一条生路？如果今天我的身份是普通人，你们还会是这般姿态吗？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打我干？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！不是真龙，还让我家大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恨不得吃你的肉，我喝你的血！这下全完了。你们别被这个臭小子给唬住了！他能做到这一切，全都是我小姑的功劳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小姑在当上云城城主之前，可是龙殿的人呢？没错，他们两个原本就有一腿。之所以这个小子今天能够祸害大家，肯定是因为巨涛他小姑。这个废物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骗了我小姑，私自动用龙殿的关系。等我小姑一到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冥顽不灵，你们当真以为周潇会为你们出头啊？龙殿的关系，他小姑一直视若生命，
谁都不能轻易使用。你竟然背着他偷偷的使用，一旦被他知道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原来如此，那只要周城主在，这小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我们家族还有希望。对，差点被这小子给唬了。可是周城主不是拒绝来明会吗？哎呀，你们放心，我跟他小姑可是一家人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他肯定会来揭穿这个小子的真面目。我还以为这小子真有点本事呢，等周城主恢复我们的权威，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！你们实在太过分了。好不好？放心，既然他们不到黄河心不死，那我便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招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。都死到临头还在那儿装呢！啊，赶紧打电话，我要让这个杂碎后悔他今天所做的一切。云城主周萧到。周萧到！哎呀，小姑，看到了没？这小子一定是惹怒了我小姑，电话不用打，人就已经到了。你可算来了，你不知道这小子背着你干了什么事儿。小姑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臭小子私自动用了龙殿的关系，搞垮了这几大家族。若是让龙殿知道这是一场乌龙的话，那后果不敢想象啊！后果的确无法想象。周萧，你竟敢让这种废物冒用天威来打压我们几大家族，这可是欺天的大罪！你还不赶紧将他给我制止了？没错，你还必须去龙殿说明缘由，归还我等产业。不止如此，你必须给今天的事做个交代。你们还要我给交代？小姑，难不成你还要护这小子不成？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那你云城城主的位置不保，那我们周家也会因你而亡呀！让周家灭亡的不是我，是你！你干什么呀？你还护着那个小白脸？护着？你要是还把自己当周家人的话，你赶紧的让这个小白脸给几大家族的人下跪道歉。还有那个周小梦啊，必须任由几大家族来处置。对，必须让他们下跪磕头。没错，没错。蠢货！你们做出如此事情，我敢无言来辞。可没有想到，你们竟如此冥顽不灵，简直蠢笨如猪！属下无能，今日之事皆因属下而起，请龙君责罚。什么啊？龙君，请龙君责罚。是我自己识人不清，你何罪之有啊？更何况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还认识不了小梦呢。快起来吧。他是龙君，不然呢？你以为仅凭我之力就能调动龙殿吗？现在告诉我，你们还有什么仰仗？我错了，是我不好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小梦的母亲呐。对，我是你们的长辈，你们不能动我，要不然就是不孝。总不能眼看着小梦变成不孝无体的畜生吧？长辈，这些年来你们欺我辱我，甚至不惜用我的清白来给你们换取利益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们是我的长辈？我那也是为了周家好，你们这做小辈的为家里做点贡献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对，姐姐姐夫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现在知道攀亲戚了。当你们把小梦送到别人的魔爪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们是一家人啊？竟然是冷君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方家何德何能，竟然招惹了龙君？今天我就让欺辱过小梦的人全尸坍塌，让你们所有人的仰仗一一覆灭！好大的口气！他就是五大家族之首，陈家家主陈国强。原来是他呀，来的正好。到底什么样的人物敢如此嚣张？没想到这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啊！放肆！欺辱龙君，罪该万死！哼，龙君，你是说这个人是龙君？陈家主，你儿子如此玷污小梦，
我劝你还是及早俯首认错，免得像他们一样重蹈覆辙。是啊，陈家主，他可是龙殿的龙君，我们4家都在呢。一个女人而已，玩玩怎么了？况且将我儿打成重伤，这笔账我倒要跟你算了。而且，果然，你们5大家族都是一丘之貉，死不足惜。陈家主，你当面冒犯龙君是找死吗？他是龙君，他也配。陈家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龙君3年前独占东瀛8大巅峰战神，身受重伤，早就死了。否则，如今东瀛大军再度压境，他怎么会还不现身？没错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这小子，他根本就不是龙君，他就是个假冒的。竟然敢冒充龙君，谁这个胆子？当然是他了。一莲，你还要如此死不悔改吗？我看啊，死不悔改的是你。大家都知道，周潇跟这小子是有一腿，肯定是为了袒护这个小白脸，故意让他冒充龙君的。你放肆！周城主，你袒护你的小白脸，我苦。但我今天要让他给我跪到医院，我儿子磕头赎罪。陈家主，谁给你的底气在我面前如此说话？你忘了吧？虽然你陈家家大业大，但是我才是云城之主。云城之主，我陈家盘踞云城1000年，异国同修，岂是你这才不过当上几年城主所能比拟？何况你为了这个小白脸擅自动用龙殿关系，我早已派人向龙殿举报。你以为你的位子还能待得住吗？要举报得好，周潇，你为了这个小白脸不顾我们周家的利益，从今天开始与周家跟你断绝关系。小姑，这些年你独断专权，今日更是为了这个废物铸下如此大错。看来这周氏集团还是交给我比较好，否则跟了你还会被龙殿架地的。你真的以为你够格执掌周氏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几年要是没有他，周氏早败你手上了。你这个小白脸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就是，你3番2次冒充龙君，蒙骗大家。如今陈家主已经向龙殿举报了，很快龙殿就会派人来击打你。缉拿？可笑，看来你受到的教训还不够痛啊！我看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够了，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2条路，要么跪，要么死。好啊，那我给你的只有一条路。刘兰，属下在。我不管他陈家的根茎多深多远，给我连根拔除，所有依附陈家的人一个不饶。大夏境内，我不想再看到任何陈家的情绪。是，幽兰遵命。让大夏再入陈家，你是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你真以为你是执掌龙殿权柄的明君吗？说到底，你就是一个摆地摊的垃圾。小梦，别说我没拿你当家人呢。过来，我带你去医院赔礼道歉，说不定这5大家族的大少发泄完怒火，还能保你一命呢。周俊涛，你还是人吗？嘿，周芷说的没错，你要是识相点，现在给我爬过来，还能留你一命；否则就跟他们陪葬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跟楚阔死在一起。小梦，你放心，今天会死的是他们，而且我保证让他们死得很不痛快。死鸭子嘴硬啊！你们玩弄龙殿的伎俩也被拆穿，龙殿怒火很快就要倾泻而来。现在的你们能奈我何？的确，龙殿的怒火会让所有的罪恶无所不起。嗨，是谁啊？谁啊？龙殿办事，别抗者杀！你知道就好，龙殿一来，像你们这样下贱的臭虫就会灰飞烟灭。那我们家的产业自然会还回来的。
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，说不定啊，我们还会得到龙殿的赔偿。加入龙殿的机会岂不是？自然还是孙强的。孙家能加入龙殿，我陈家也是一荣鸿焉。以后可要多多合作呀。那是自然，各位放心，我孙家加入龙殿，肯定不会忘了大家的好，到时候一定会为大家多多补偿的。儿啊，这些人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无知有时候也是一种幸运。哈哈，真是佩服你的定力呀！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说相声。不知道陈家主听了接下来的消息，是否还有定？陈家于九州47处金矿涉嫌非法开采，现已尽数查封。你怎么知道？什么人敢封我的金矿？陈家68处角斗场及赌场涉嫌非法赌博，现已尽数查封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？陈家32处古玩行涉及非法交易、买卖国宝，现已尽数查封。除此之外，陈氏各依附势力所涉及的全国638家公司及其所有企业均已全部查封，所涉及的人员、资金都已全部拘捕。此外，陈氏所涉及海外27家全国贸易都已全部查封。别说了！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手段？就算龙殿在这么短的时间，你以为时间很短？当你们的子嗣欺辱小梦那一刻起，你们5大家族的覆灭就真正定。怎么会这样？云城第一的陈家就这样被连根拔起，烟消云散？就连陈家都差点覆灭，他们真的只是冒领天权的渣子吗？我不信！我陈家立足大夏1000年，绝对不会就这么简单的覆灭。早就跟你说过，及早扶守才有一线生机。时至如今，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一立天下头。难道你真的是明君？说了又不听，听了又不认，认了又不信。算了，那我就把你们打入地狱，告诉你们我到底是谁。大家别相信他的鬼话，他是骗你们的。陈家主，我不是派人去龙殿举报了，那人呢？对，陈家主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赶紧打个电话问问呐，是不是路上堵车，没有见到龙殿的人呢？对，你快问问，说不定就是因为举报不及时，所以龙殿余威未消啊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对，喂，你他妈的是蜗牛吗？我让你去举报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到？家主，我去了，可是龙殿办事处说，他怎么说？他说龙殿办事绝无差错，把我赶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真的是龙君的指令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云城龙殿的权限代理，所以不知道他们接收到的指令。其实是这群垃圾假传圣旨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对，你老公今天不是去龙殿总部参加入殿仪式了吗？他肯定认识龙殿的高层。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举报呀。没错，我这就给我老公打电话。你们这些垃圾，我不信治不了你了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带你将我孙家拖入无间地狱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。是啊，孙强，你之所以这个入殿仪式被取消啊，是因为那些垃圾假传圣旨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强哥，你千万别信他们的啊！他就是个摆地摊的，并且这件事情是我小姑听信了他的谗言，这才动用了龙帝的关系。真正有罪的人是他们。没错，孙强，你的入殿仪式完全是因你小人的干扰，这才失效。现在已经真相大白，只要你讲一个谎话，我们的一切都会回来的。是啊，老公，这一切都是这些垃圾在作祟。你快点打电话给龙殿长老，说明这一切。到时候你还是能加入龙殿，我们孙家依旧能一飞
成年的。废你妈！给我闭嘴！还想害我开的不够深吗？老公，你不要被他们给骗了！龙殿长老亲口告我，是你冒犯了龙君，才使我孙家遭此大祸，这还能有假吗？龙君，今日一切都是我孙家咎由自取，愿以死谢罪。恳请能放过孙家。动我的女人，想用你的死便为你孙家开罪，那你也太小看你们犯下的罪过。你孙家自大骄狂，早已失了为国为民之心。不过，念在你孙家为了龙殿操劳多年的份上，我准你携贤良者离开，余场族灭。谢过龙君，我孙家世代感谢龙君大德。老公，你不能丢下我呀！你给我滚开！老公，现在你们有什么话说？你以为这样便能让我陈家彻底消失吗？做梦！我陈家不仅不会消失，正相反，我陈家会君临九州。龙君，我看他是疯了。疯了？我可没有。你除掉的只是我陈家现在的实力，而我陈家真正的底蕴是东瀛。敢叛国？叛国又如何？大夏早就是风雨贪浊，而东瀛如日中天。我不过是弃暗投明罢了。没错，在这识时务者为俊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在这识时务者为俊者。全军干！要不是你陈家暗度陈仓，我们也不可能这么顺利进入大夏。对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陈国强，大战当即，你竟敢带着东瀛人潜入大夏，真是罪该万死！哼，现在罪该万死的是你们。要不是等派军过来，你以为老子会陪你们演戏演这么久啊？全军放心，只要你好好当东瀛的哥，你失去的东瀛都会加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一只野狗跑到别人家里抢食，那就通城灭杀了便是。他是谁？我太太，他乃是龙殿龙君。龙君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什么？难道他不是龙君？没错，龙君当年身中8期之毒，这毒连神都能毒死，何况龙君？此人必须冒牌货。什么？他是冒牌货？可刚才陈家主的我知道，那死鬼根本就没见过龙君，肯定是因为这帮垃圾假传甚至误导，联系过龙殿长老，这才被他们给蒙蔽了。要想知他是否龙君，倒也简单。我且问你，你可认识我？你是什么？也配让我试试？哼，当年东瀛8大巅峰战神之一的天照战神，便是我的亲哥哥啊。现在你可知道了？我想一想，那个叫什么赵的，他在被我枭首之前，可是跪在地上哭着求了我好久。你是他弟弟，不知道你的膝盖比他硬几分啊？你们看，一问便露馅儿。我哥神勇无比，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死，怎会跪地求饶？我就说嘛，这个摆地摊的怎么可能是龙君？就算他是真的龙君又怎么样？龙君只是在大夏横行，对九井太君这样的东瀛巨擘来说毫无意义。一群无耻之徒！无论他是否是龙君，他都早已谢绝，与龙殿再无关。而且此时整个酒店外面已经聚集了我东瀛300勇士，你们差去哪逃？
300宗师，宗师强者个个以敌百，宗师那肯定上3万大军呢。没错，而且九井太君更是已入战神境，后边还会有源源不断东瀛的军队过来，到时候咱们云城便是东瀛进攻大驾的根据地。卖国求荣，将云城拱手让人，你真是一条好狗啊！当东瀛的走狗，总好过在你这当一头死狗好吗？没错。太君，我们周家仰慕东瀛已久，只恨一直没有机会为东瀛效力。愿意当东瀛的狗？当然愿意。我周家愿誓死效忠东瀛。周俊涛，你竟然敢卖国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，良禽择木而栖，你没听到吗？东瀛大军马上就要占领云城了，我这么做就是在给咱们周家谋生路。你强词夺理，周小梦就跟着你那个死鬼老兵提档。现在愿意当我东瀛的狗，站在身后了。大家别忘了，门外还有300东洋宗师高手，大家反抗只有死路一条，还不如跟我归附东瀛，到时候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我邵家愿意，能得东瀛相助，我邵家必定更胜往昔。也算我吴家一个。早就听闻九井将军英姿非凡，小女子真是一见倾心呢。不知将军能否垂怜小女子？花狗，好说好说。看到了吧，你们大夏人都是软骨头，让他们当狗，他们还高兴的摇尾巴。我不愿意。你不愿意？我方成云虽然只是剑与殿，但绝对不会做卖国求荣的错狗，也不会让别人戳我们方家的脊梁。好，凭这话，方家可活？方子误会糊涂啊！我真的他就是龙家吧？他能救你啊？他是不是龙君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国难当头，我方家绝对不会一己之私背叛大家。好啊，我今天让陈军举办名流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在所有云城权贵一网打尽。如果全都是软骨头，很淡我的意思。些许顽固之徒阻挡不了大局。九家太君，由我们陈家为首的众家族助力，云城将成为东瀛坚不可摧的前哨站。覆灭大夏，指日可待。好，那么是人是狗已经分清了，那么接下来你是杀了是狗？哈哈哈哈！就凭你，既然你们都愿意归顺当狗，那我便是你们的主人。此前这小子如此欺辱你，如今我便将他灭掉，给你们一点甜头。太君，这小子他可恶至极，简简单单把他杀了，那就太便宜他了。不如我们就斩断他的四肢，把他当做人质。咱们东瀛大军走到哪儿，咱们就把他带到哪儿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就是归顺的下场。哼，没错，你可真是出了个好主意。啊，还有这个贱婊子，不如把他冲到东瀛的军中，好好慰劳将士们。好，这话将士一定喜欢。周小梦，怪就怪你跟错了人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是千人长万人骑的贱货。我宁愿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他们没这个机会，因为他们活不过今晚。哼，你还真是冒充上瘾。如今大势在你，你竟还如此叫嚣！是，大人，记住，可千万别打死我，还要留着他当人质。大人放心，会一点一点的将他的四肢切掉。沈大人可是东瀛第一人，其刀法出神入化，这小子死定了。他一个摆地摊的能有多大力气？东瀛第一忍者慎大人出场，
我看他已经吓破胆子了吧？一群愚笨的蠢猪，龙君之能，岂是你们能了解的？哎，我可不允许你侮辱猪啊！猪最少还能宰来吃，而这些东西站在这儿，我都显目的冷定。任你如何虚张声势，都挡不住杀神一刀。杀神一刀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这把刀杀虫都费劲吧？主公，放心，都是些土鸡瓦狗。土鸡瓦狗，我看你们才是。摆了3年的摊，还没分清自己的位置。对，真当自己是龙君呢？你就是个臭摆摊儿的。是，虽然是宗师实力，但却曾经一刀将3位大宗师斩首，连我都不敢轻视。你能挡住几刀？就这点实力，也敢在这炫耀？此等蝼蚁，何须龙君出手？龙君，属下请战。敖首不才，也愿为龙君分忧。我也是。龙君，今日之事皆依属下而起，请给属下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多年没动手了，如今大战在即，我正好要活动活动筋骨。这小子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！报告，竟然敢轻视我东瀛第一人，看我杀神一刀斩！呀！小心！啊！你竟然能接住我的杀神一刀斩！就这点实力，就是你们东瀛第一武士。八爷喽！我要杀了你！哎呦！怎么可能？一刀毙命！这就是你从东瀛带来的高手，怎么躺名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就是个臭摆摊的，怎么可能会一招击杀东瀛第一忍者？难道他真的是龙君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！没听太对。他如果真的是龙君，一招大家就灭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我看他就是学了一些拳脚功夫，根本就不足以为惧。没错，假装背对谁，其实是暗中使战，不过是会些上不得台面的伎俩罢了。龙君实力早已返璞归真，你们这些蠢货又怎么会懂？忍者只有在黑夜才能发挥最大价值，正面对决还得我阴阳师。秦明大人可是东瀛第一阴阳师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就连战神都能战个平手。阴阳师，可笑，不过是学了我大夏的皮毛，也敢自称帝？皮毛，我东瀛阴阳之术早已远超大夏。秦明，少跟他废话，快将他拿下！竟敢杀我高贵的东瀛人，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，看着我玩弄他的女人！哎呀，太君你好兴致啊！这个贱货能够得到您的宠幸，那是他的荣幸啊！看来你们的求死之心是一刻也不行的。少说废话，看我最强是神！就这样的宿主，就敢跟我正面敌对？接下来，我就想问一句，还有谁？竟然连第一阴阳师都无法抵挡这一招，他难道真的是龙君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可就完了。难道我们真的选错了？哈哈哈哈！愿你如何隐藏，终究是被我看破了你的底细。太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秦明虽强，但最强的不过是他的式神，没有式神的秦明不过是宗师实力，打败他不算什么。哎呦，我说呢，虽然不知道这个废物在哪儿学来的三脚猫的功夫，但是这区区的宗师，这外面还有300个呢，一人一口唾沫淹死。我说他哪来的自信呢？原来仗着自己有点实力，还敢冒充龙君的。不过可惜了，今天他踢到铁板上。周俊涛、李莲，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吗？当真要周家亡在你们手中吗？哼，周家跟着你啊，那才是完了。为个小白脸，他不顾周家的利益。现在我们靠上东瀛这座大山，还怕他干什么呀？这无知不是你们的问题，
但是无知还愚蠢，就注定了你们的结局。你连杀我2员大将，万死无术。接下来就由我东营第一武士来将你拿下。你们东营山头就是小啊，怎么哪哪都是第一呀？也不看看自己，呸！发生了什么？还能怎么样啊？这个垃圾肯定已经被太君直接秒。现在我还觉得他区区弹丸之地也配然倒下。太君居然也倒下了。那现在可怎么办呢？太君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要是不行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你看，大傻狗，我承认我小瞧了你，但你左右不了大局。没错，门外就是300宗师，还有源源不断涌入云城的东营大军，一人之力绝对阻挡不了千军万马。别说你是假冒的文坤了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你们不会当真以为区数万兵马就能攻占云城，完成你的虎死以心？不然呢？就凭你还有后面那几个货色，不能抵挡上万兵马呢。别说上万兵马了，光是酒店外的300宗师，就能够让你千刀万剐的。而且刚才这一刀，让我知道你不是陆军。如果你是真正的陆军，那我已经死了。好把你当一人，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亲眼看见你的野心覆灭时。哈哈哈！别再狡辩了，云城必将被攻下，而大夏必将成为我东营的国土。你还有你们想要对付我东营，都还不够格。我龙殿豫州大将可够格，我龙殿青州可够格，我龙殿陈州大将可够格。怎么可能？九州大将怎么可能来这里？末将求牛率龙殿9州众大将拜见龙君。起来吧。这些战甲，这些面孔，都是在新闻上出现过的。他们真的是9州大将？难道他真的是龙君？完了，我反复等罪他，还逃离叛国。我这下真的龙君，传说中大夏的龙殿之主，怎么可能真的是一个送外卖的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龙君怎么可能会在这里？9州大将怎么可能会在这里？老公，难道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龙君？我见我了你这么多年，但是一开始我真的一心隐退，和你过简单幸福的日子。可是我发现，人善被人欺，国安被国侵，真正的真理和正义只能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那又如何？就算你是龙君，又如何？你中了8级兵，不可能有当年的实力。而我还有东营大军300宗师，你们死路一条。对，太君，正好把他们也一锅端了呀！对，哎，太君，把他们一锅端了，只能杀了他们，怎么唾手可得呀？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不肯回头吗？回头？叛国，我们回得了头吗？回不了了。现在只有把你们全都杀了，我们才有活路。没错，我的大军肯定已经包围了云城，你们插翅难逃。你的大军已经是一滩死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在来见龙君的路上有死狗挡道，我就派附近的大夏军给他们灭。是真不经道呀！我还有东营300宗师。什么？300东营宗师？你说的不会是这些吧？
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会失败！别动我，我可是东瀛帝国的先锋军，动我，你们都得死！龙君，这儿所处之人，先将九井龙山和东瀛300宗师的项上人头送给你，就当是他们来我大夏的见面礼。好主意！求求你，龙君大人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可以帮你，我要立功。看来你也没比你哥坚强多少啊！龙君大人，不，姐夫，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有眼不识真龙，你饶我一命啊！是我们鬼迷心窍，要不然叫我800个胆子，我也是胆子明错对呀。其实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故意想看到我如今这个下场，被家族追杀，无依无靠，最后只能当一个叛徒，结果还是要踩在你的脚下。一个龙君当一个臭摆地摊的，体验生活呢？不，我看你就是觉得自己像个废物，所以故意躲起来的。他是笑话不假，但是能入你龙君的眼，这个贱货到底做了什么呀？啊，是不是说他怀了你的孩子，所以才……去你的！咎由自取，无人能救。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当东瀛的狗，那我便革除你们所有人大夏东瀛的身份，并且把你们的人头也送掉，当做第二。龙君，小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跟小梦也是一家人呐。是啊，姐夫，之前你们在我周家住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说把你赶出去啊。现在你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嘛！为了压榨夫人，利用龙君罢了，还敢妄言！如果周俊涛可以马上从军上阵杀敌，或许可以将功补过。可是龙君，我自然没有忘记他们对小梦的所作所为。如果让他们上战场杀敌，虽然活着，但是他们却将见到比死亡更恐怖的人间炼狱，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不行，我不能上战场，我会死的。小梦，你快替哥说话呀！啊，是啊，你快说话呀！我早已和他们没有关系，你除了他，不用为我恩怨。既然不愿上战场，那便一同发往东瀛。唐山大人，刘军失败了是吧？下令准备清空大夏国，必须是我们东瀛的。哼，因为这样就能破我的局。岂不知龙殿之中早已盛装，东瀛鼠辈欲犯我大夏国土，九州大将，随我虎章！慢着，慢着！可囚牛，你怎么能直呼龙君大人名讳呢？龙君，我刚才是当着外邦东瀛那些猪狗面前，我叫他一声龙君，那是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我们龙殿内部有何差池。但是他现在要带领龙殿，并调遣我们九州大将，那我囚牛未必答应。放肆！你是想造反不成？龙君之位凌驾于九州四海之上，岂是你能质疑？龙殿征战多年，本身就是我们九州大将冲锋陷阵，无论年龄、资历还是杀敌占卜，恐怕他都不如我们。
况且，您在光明鼎盛时期做了甩手掌柜，退隐市井，并过上恩爱生活，多年不接触战事和国事，恐怕已经有些迟钝。你们都是这么想？谁当龙君我无所谓，弱者不能瞬间变强，而强者也不能因为3言2语而变弱。龙殿龙君之位，因强者方能胜任。多年不见，也不知道龙君怎么样。大人，当年龙君说走就走，说回就回，这是不是也太……龙君也是你能忘义的。不过我确实信奉强者无罪。若龙君风采依旧，我等自然是要全力进驻。但若龙君真的迟钝到不堪胜任，那么找个优秀的人顶替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我觉得2位大将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一会儿到了名流会，不要多说话。龙君退隐多年，恐怕已经很难胜任如此高位。到时候看看其他几位大将的态度再说。是。如果他们冥顽不化，那就让楚阔和他几个鱼丸之辈一起下地狱。刚才几位的犹豫，难道还不能证明他们的态度吗？法兰，我们真的要带头质疑龙君吗？他一个岁数还没我沙丁年头多的臭小子，能有什么能耐？一个人不说暗话，我不管别人。他要是回归龙君之位，老子第一个不答应。诸位，这是要叛我？我们不会背叛龙君，正如不会背叛龙殿和大夏。我们敬的是龙君之位，而不是你这个人。放肆！当年我们一起随龙君守江汉普，南征北战，龙君值不值得敬？你心里边不清楚吗？当初若没有龙君横扫九州16郡，将龙殿名扬四海和周遭列国，难道会有今天大夏安宁吗？这些功名又不是他楚阔一个人造就的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那所有上过战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龙君吗？放肆！质疑龙君，还敢侮辱龙君之名，我看你是想背叛龙殿，背叛大夏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配再拥立龙君之名？很多东西动嘴说一说，谁都可以做到，但龙君背负的是九州，是天下。往日我们并肩作战不假，但时隔3年，岁月无情，我们担心此刻的你已经配不上龙君之名。东瀛大军压境在即，你们却只顾着质疑龙君之名，我看你们是想置大夏子民于不顾。大家随便坐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是我老婆布置得很好。龙君，你当真要开启龙门3关吗？而且一点准备时间都不留。龙门3关，无论怎样准备，何时开启，难度都是始终如一的。更何况现在战事迫在眉睫，我越早完成3关，就能越早率领龙殿前往战场。可是这龙门3关究竟是哪3关呢？龙门3关分别对应天地人，第一关名为天启。对天启代表着成为龙君最基础的一步，魄力。生死只在一念之间，如果没有魄力的话，还是趁早放弃。魄力？那大人您觉得是？龙君当年为了区区一个女人而放弃龙君之位，归隐市井，这种为了儿女情长而放弃江山的人，哪里还有半分王者魄力？如果说第1关还能有选择的话，那这第2关便是直面生死，名为地煞。地煞所考验的武力，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层次。就算当年巅峰的楚阔，也未必能够通过。您是说当年楚阔退隐前最后一战，身受8气之毒，加上退警3年，功力一定大为减退，不复曾经。原来如此。不过，却不死没了。这些人等到明天都要死。那这第3关呢？第3关最为神秘，因为至今都没有明确的内容记载。
其名为人心。按照大人的意思，这第3关的内容是无人知晓吗？数千年来，除了第一任店主，无人能过这第3关。楚客虽然现在是龙殿的最强者，但他重伤未愈，成功几率渺茫，甚至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。老公，要不我们不去这龙门3关了，我们也不去争龙君这个名头了，我们就找一个小村庄，安安静静的生活吧。老婆，我因为爱你，所以挡在你身前。那时候我是你丈夫，但我也爱大夏，站在百姓面前，那个时候我才是龙君。可是我不希望你有危险，无论是龙门3关还是战场，都是九死一生的地方。老婆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即使我不背负着龙君之命，身为大夏子民，我也绝对不会站在百姓身后贪生怕死。我知道了，我支持你。放心吧，3关而已，没问题的。说，开始啊！第1关，以血立誓，便可召唤龙气。不过，若是没有龙君之姿，便可当场被反吃的筋脉寸断。以血立誓，问9天，破冲云霄起龙息，是为天启。筋脉寸断不就等于死？后果这么严重，承袭有什么作用？龙玺乃是龙殿传承千年的护国圣，唯有过了这龙门3关，才可以得到龙玺的认主，归位龙君。掌龙系者得以掌握9州16郡。上来第1关就比魄力，谁又能笃定自己一定有龙君之姿呢？龙君一词代表天下诸多东西，缺一不可，但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魄力。当年为了一区区平凡女子而放弃龙殿和天下苍生的人，肯定没有半点。说得对，楚阔，你为了个娘们儿，居然连龙君都不做了，现在又跑回来，还谈什么魄力？真是可笑！要我说，你就带着你的老婆回家继续卖你的炒面去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不然一会儿筋脉寸断而死，你让他守活寡。老公，这第1关就关乎生死，你真的有十足的把握吗？把握不是讲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老婆，你且看好。吾辈楚阔，以鲜血祭9天，以无名请龙血。竟然瞬间夺走了我的阔刀，几十年来还是头一次有人做到。求牛将军，你的刀怎么没握住呀？不过是趁我不注意罢了。天地玄黄，五岳八方，听我立誓，强我大夏民，我大夏民，以龙殿救百姓于水火，愿龙气成全。说的倒是振振有词，只是隐匿市井3年，满身烟尘，平凡之气，我看还不如我有龙君之姿。一定要成功啊！看来龙喜觉得你不配了，还是趁早滚回去摆你的摊儿吧。这第1关都过不了的废物，大家怎么把性命托付给你呢？楚哥，那是龙喜，太好了！不过是勉强得到了龙喜的认主罢了，不值一提。没错，只不过过了第1关而已，后面还有2关要过呢。第2关传闻中近100年都没有人成功过，所以具体内容也都是猜测。第2关，龙喜之下，龙君需用一己之力对抗全场皆准人的之力，硬扛所有人的保护。龙喜柱地方寸剑，天猛无煞是等闲，是必杀。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和昔日的龙君比拼内力。既然如此，
你们谁都不准和我抢。为什么不让酸泥第一个上呢？他练气数十载，内力恐怕是我们九州众大将中最为雄厚的一人。让球牛大哥先去吧，我担心跟楚破队长比内力，会让他粉身碎骨。这比筋脉寸断让不去。直接结束，也算是对龙君一个奉献。球牛大哥内力十分深厚，估计轮不到我就能结束战斗。别这么说嘛，再怎么说也是曾经并肩作战一场。若不是如今楚破与龙君相差甚远，大言不惭，也许还能做朋友啊。朋友，如此德不配位，将龙君之名和百姓抛下的人，也配当朋友？楚阔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但我没打算受死。我身后有太多要保护的人。当我在市井的时候，我可以输无数次，但在龙殿高堂，我没有输的资格。不必多言，用实力讲话。如此最好。来，爽快呀！龙君大人，有您和我们九州大将在，谁敢质疑我们龙殿的威能？谁人敢染指我们大象？以后龙殿有你们就够了。龙君大人，大夏也是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此战之后啊，你们九州大将一定会一战成名，可镇守一方。而我也厌倦了战火纷飞的生活。龙君，您这是要……从今日起，我便会辞去龙君之职，归隐市井。以后大夏就交给你们了。龙君大人，如果真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再见的时候，手下尽失，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一段时间不见，球牛大哥的实力又上一层楼，给我的压力不小。我这次撑不了了就。修行如逆水行舟，爽快呀！龙君大人，有您和我们九州大将在，谁敢质疑我们龙殿的威能？谁人敢直掌我们大象？还不够！他竟然记住了球牛的内力，难道之前都是笨猪吃老虎不成？乔牛嘴上说不会手下留情，但还是上手，我就不信了。加上我，你虽为女子，但对练功和战士是最认真的。朝风乃普武修仙世家，3岁便开始习武，内力比多少男子都要强劲。只要是九州大将，一个一个加上去，最后岂不是龙君一人抵抗9人内劲总和？9位大将个个都是顶级战神之境，光是1位便可威震一方，更何况9位相加，内力相叠，可不是威力相加那么简单啊！是几何倍数增长，九州大将内力之和，足以令风云色变，搅动万里。就算是我想要同时抵抗囚牛和超风的人，也未必是件易事。不过这次必死无疑。快了啊！楚国竟然能抵挡2位大将的内功，看来几位不能再闲着了。若是9大将的内力都抵不过人家一人，说出去可是要笑掉大牙了。我来，也算上我。内力最强的算你，也只能抵挡3人的内力。让我们4个人结束这场闹剧吧。好，对。对，4位大将内力之和，就算是我也无力抗。现在退败，不算认输。老公，夫人，相信龙君。九州大将就这点准备吗？就这样还想打东营？还有谁不服？一起来！内力虽非我所长，但吃稳不服。
还差得远呢。傅开朗，你怎么可能接下九州大将的那个折？而且不信你还能扛住？就这样而已，那就快！这都不叫来呀！诸位输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九大将内力之合金比不过你。龙君不愧是龙君，看来实力更胜从前。这仅仅是第2关，你服的也太早了吧！1000年内还没有人通过龙门3关，既然龙军内力已经赢了，你们又何必咄咄逼人呢？我们咄咄逼人，是他不知天高地厚，非要过这第3关的。怎么，敢说不敢做？秋鸟，你未免太过放肆！他若怕了，退出便好。但是，只有过了这第3关，我们才可以生死相依，誓死追随。既然我已重启了龙门3关，就定然是要把3关走完的。这是什么？难道第3关和这个鼎有关？上面似乎有字。龙君需要和九州大将同时承受九龙鼎9次震动锤炼，坚持到最后才能得到龙玺认主。但龙君已有了新身份，则要承受双倍锤炼，因为龙君不仅要护得脚下客人，更要护得身边人。怎么，龙门3关还要管龙君有没有心上人呢？双倍锤炼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是相当于用身体对抗九龙鼎的锤炼，就算是龙君的话，也未必接得住双倍啊！老公，要不是我，你就不用接受双倍锤炼了。要不然，阿爸，能保护你和大夏，对我而言都是幸事，也是我的心甘情愿。你放心吧，即使是双倍锤炼，我也硬得下。那希望龙君大人不要反悔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龙君，这第1阵就有点难受了吧？刚才比内力的时候，恐怕已经引起旧伤发作，现在不过是咬牙硬撑罢。难道说龙君退役是因为身体受伤不行了？我看你2分苍白，不如趁早放下这第3关，保险用去吧。我看你这次还不死！哼，他这不是已经无言以对了吗？龙君才不会在意你们这些跳梁小丑的话。你。好强的阵力，我的气血都在翻涌。怎么了？吐血了？不行了？这第3阵不亚于战神全力一击，换作是你，不知道比我狼狈多少。彼岸将军，除了你们3位，龙君和其余大将可都还面不改色。你们没在范围内感受不到。这九龙鼎的威力层层递进，到后面相当于整个人让巨象踏入，任谁都承受不了。我们尚且如此，更别说承受双倍之力的龙君。不过的双倍锤炼，到后面相当于以凡人之躯抵抗着天塌地陷，不放弃只有一死。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他现在不过逞强之辈，到时候保不了大夏，也保不了你。老公，夫人，请您相信龙君，由来愿意性命担保。性命担保？你还真是无条件相信楚阔、囚牛和霸下的炼体以及持稳的柔术都是巨大优势。就算有人能扛得住，那也不是楚阔。龙君和大将都开始通过运气来增强身体强度，这样能保护内脏，减少伤害。霸下，你炼体数10年，可不要放水啊！
这第三关不亮当中内，八项炼体和囚牛不同，它是用内力强化肌肉，和我炼气一样，所以这关白扯。这第5阵已是万马奔腾一般，别看这楚阔纹丝未动，其实他已经身受内伤。没错，以他的胆小身板，没有内劲加持，是不可能比得过囚牛跟赤吻的。单凭凡人之躯，是不可能再比试下去了。老公，不行了。不过已经是第6阵了，况且他还是双重锤炼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龙君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经让我刮目相看。毕竟此等重压，对于已经不复当年的他来说，难于登天。要我说，一开始放弃便好，如今拖着个受伤的身体逞强，是让人更想。他已经不是3年前的龙君了，就算他是，如今他拿什么过了第3关？有你，他疯了！他疯了！我看他简直就是疯了！过不了第3关，一起寻死！看来这激将法挺好用啊，不费一兵一卒便能除去楚库。妖兰，他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寻死路。越是靠近这九龙鼎，所受的震荡伤害自然也就越大。他居然主动靠近，龙君，就算过不了第3关，也不至于寻死吧？这样证明不了你的血性，只能体现你心性脆弱。是啊，不行就放弃吧，退一步未必就不能退。护脚下土和身边人的意义，就是不能退。可是刘军，现在我们撤退的话，就得以最小的期限换取胜利啊！周围环山，山后的百姓马上就要撤入民城，只要我们不撤退，就不会有牺牲。那样的话，恐怕我们会身陷敌营。为民生，为百姓，为国土，宁死不可退。惺惺作态。当年战场，你们随着龙君出生入死，你们应该最清楚，龙君到底是惺惺作态，还是一贯如此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就算天神下凡，想要通过9龙鼎试炼，也是春秋大梦，而且他是在找死。君为将山，不可退。龙殿为大杀生，不可退。这是龙君必经之路，他若失败了，就证明他不配成为龙君。哼，今天就等到粉身碎骨吧。攻动九龙殿！终于有你归位！慢着！据说这龙喜认主不有七彩流光，但现在毫无反应，那就证明这龙喜根本就没有认楚阔为主。等等，你心上好像镌刻了2句话：一腔热血染碧玺，九幽方听玉龙吟。这龙门3关不是都已经过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按照我的个人解读，恐怕这意思是……什么意思？说呀！怎么，父亲？我个人逐渐看来，这意思是要用鲜血染了龙玺，方可认主。这有何难？看来你侥幸过了这龙门3关，这龙喜依然没有认你为主。依我看来，这比过得了3关失败更可悲吧？那也总比你这个说大话的强多了吧？给我闭嘴！你区区一个云城城主，本身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周城主说的不对，还是说你算你大将，也不将我这个龙殿指使官的话放在眼里？反正龙喜认主失败，楚阔必须走人。领导龙殿，他没这个资格。这一腔热血，指的应该是心头血。心头血？这是开什么玩笑？不可能！龙喜最后认主，怎么可能要人命呢？楚阔，我赌你不敢，因为你不是真正的龙君天命。没错，谁会为了一个面子而自尽呢？楚阔，你现在放弃，我们可以不嘲讽你，毕竟这怕死之心，人间有之嘛。虽然你无法成为龙君，但是过了这龙门3关，也算是有了吹嘘的资本。
后半辈子也算是不汉，还不放弃吗？好，那你就取你的心头之血，证明给大家看看，你就是龙君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楚阔？他明明已经过了龙门3关，你非要把他逼上死路，你才满意吗？爸爸，走吧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我不会放弃的。龙君大人，如果真有一天我们不得不见面的时候，证明大夏陷入了危机，到时候如果真的需要归位龙君，你就做质疑我的那个人吧。属下尽誓，一定不会辜负龙君的期望，哪怕以身入局，也会让九州大将再次忠心臣服于你。3年了，您果然还是当初的那个龙君。龙君，为了大夏之民，为了夫人，你也不能啊！如果非要一条人命才能让龙喜认主的话，我替你可以吗？好吧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况且，这龙血的心头血必须用我才行。哼，真是可笑，这是荒唐！如今东瀛马上大军压境，你们在这儿戏弄儿戏，像这种人也配当龙君的称号？要没有证明自己，迟早放弃。孙女，你3番5次冒犯，怎么？我看是你想坐这龙君之位吧？九州大将，我武力最高，资历比你更老，怎么？你是怕我不敢当龙君，还是觉得我不配？楚阔当龙君，他敢自尽吗？你这第4关根本就没有任何记载，就算龙君真的自尽，龙喜也未必能认主成功。而且认主成功，也未必能让龙君起死回生。前3关足以证明楚阔配当龙君之名。真不愧是楚阔的好属下，现在一个个都变得周全了。当初是谁说的？龙喜不认主，就不认这个龙君。诸位的情谊，我心里话，但为了大夏，我万死不辞。楚阔，龙君，龙君，楚阔。你再想试一下！龙喜认主失败还不让人笑话，这证明楚阔根本就不是龙君之命。但是他依旧值得尊敬。没错，再这么说，他也是昔日龙君。这大夏，我们会为他守护好。传我命令！凉州百姓，冀州百姓，陈州百姓，青州百姓，幽州百姓，扬州百姓，冲州百姓，大愿龙君3日，即刻调兵出征。现在龙殿群龙无首，九州大将跟我们各自领兵，十分分散，并且很难相互调遣。的确，现在形势不容乐观。我的属下可抵1000军，你们尽管调动军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交给我指挥，我一定将东瀛打得屁滚尿流。我承认你现在是龙殿最高战力，但是双拳难敌4手，好虎难挡狼群，所以诸位不用再纠结了，因为大夏已经无力回天。诸位，这次大夏真的是不攻击破，我们东瀛大军已经包围了这里，很快将覆灭你们整个大夏。诸位都是大夏的大将，大夏有句古话：习习无间，为君节。只要你们投降我们，我的保证免你们一息。我等令战死，不叛国。在场的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更不会贪图霸死。敢犯大夏者，必诛之。哦，是吗？没想到你们这帮废物反应还挺快，是我低估你们了。不过下一次，诸位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背叛大夏，背叛龙殿？为什么？你们有什么资格问我为什么？明明是我比这个废物资历早上10年，10年。可是呢，这个废物却成了龙君，
指挥我去作战，他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凭什么说我历练不够？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？他凭什么？你到现如今还如此极端，更别说当年。难道龙君说的有错吗？你放屁！就是害怕我威胁他龙君的地位。你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。我自以为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没关系，我帮东瀛灭了大夏，我自己就能成为龙君。所以你就当着叛徒，出卖龙殿，出卖大夏。你真是愧对九州大将之名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弟不用担心，这帮家伙已经蹦跶不了多久了。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包围这里，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得死。到那个时候，龙殿的龙君之女就是你的。你们休想！只要有我们在，就休想让这大夏土地分毫。没错，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。我们会带着龙君的意志守护大夏，降为民生，不可退，不可退，不可退！说得好，主公，龙君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不可能，我亲眼看着他自杀的。不可能！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反应，而且不是亲眼看见楚川死了之后才通知我们来到龙殿的吗？你的什么的意思？哎！因为龙血早已认为主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应。什么？3年前龙血便认你为主了。龙君大人，玉玺已经认定您为主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既然已经决定退隐，就应当把他留下，留给下一任龙君。不过，我希望永远到不了需要召唤他的时候，大夏永享安宁。既然龙玺已经认主，那龙君为何还要？一场戏，这都是你演的戏。没错。原来我们一直认为龙君缺少的东西，早在很久之前他就已经完全具备了。害得我还担心了一下，原来早在3年前，这一切都在龙君的计划之中。属下实在佩服。恭迎龙君归位，生死交迫，誓死相冲。你们，我会把你的人头送回东瀛，顺便告诉那些贼心不死的畜生，犯我大夏天威者，虽远必诛。